而且这一次碎掉的新火烧只是一转品阶的灵丹，李长寿的手中此刻还有几颗三转灵丹新火烧，也不知道是否能在斗法时影响到天仙境高手的心境，这个倒是不太好实验。师兄，用我帮你揉揉吗？不用。李长寿叹道：这一点伤自然可以随时复原，这次为兄办事有点不稳，以此做个警戒。你去陪小师叔吧，记住啊，别让他过来，不然定会伤上加伤的。那好吧。兰陵娥一步三回头，有些不放心地离开了草屋。李长寿倒吸一口凉气，趴在那儿默默地拿出了一块石板，开始修补改进文字经。隔壁草屋传出了少许的笑声，李长寿先是一扫，却见自家师傅竟然在那儿不断地换着道袍，整个人也开始散发活力。虽然有曲折，但如此折腾了一番，效果似乎也达到了。丹房地下的密室中，李长寿本体微微一笑，看了眼草屋中那具替他挨打的指导人，开始了今日份的感悟。东木公自从上次来感谢之后，连续2年没有在海神庙露面，李长寿对此也并不着急，心态十分的平稳。若是能够搭上玉帝这个潜力股，那自然是好的，若是搭不上，那也是自己给的谏言太浅薄，稍后继续去天庭混小吏谋神位就是了。凡事有得有失，才是天道之理。而且这也只是2年罢了，对于玉帝东木公这种金仙之上的存在来说，或许只是一次闭关，稍有感悟都不够他们处理一些大事。让李长寿略微安心的是，万林云长老在北距泸州平安回返，还特意招李长寿过去欣赏了一下那几只模样凶狠的毒虫。随后万林云长老就开始闭关尝试仙石毒丹，那2只指道人也就这般在万长老的身畔留了下来。虽然李长寿想过要不要暗中给万林云长老提供一点他已经炼制好的新火烧，但是仔细考虑了一下，李长寿打消了这般想法。万林云长老也是颇好面皮，而且李长寿也想看看凭长老的毒丹功力能炼制出何等的仙石毒丹，顺便捞几颗扩充底牌库。这2年修道的日子总算是回归了平日里的稳定。灵娥和有毒师妹发现如何提升做事效率的秘密之后，灵兽圈的进度十分的喜人，不过1年就宣告完工。李长寿大手一挥，也就免除了这笔口水债。灵兽卷盖好后，有秦玄雅自觉这段时间耽误了太多修道岁月，也回了自己洞府中长期闭关。平身而论，有秦玄雅的自控力还是不错的，此前也不过是中了99师叔的奇妙术法。最近这一段时间，李长寿其实也想问99一个问题，每天都在小琼峰醉生梦死，他1000年的家底打造出的阁楼防御阵势，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99的修行一向是如此，属于一次不开悟，开悟吃100年的那种，顺心而为，从心而动，确实是无为经的真意。99的总体修为进度比那些天天闭关的同龄同资质的练习室快了足有3-4成，但是想要做到无求无为，着实是太难了。99师叔能有这般的心境，一半也是饮酒过度的功劳。仙林峰那边一直没有太明显的动静，蒯司道人的消失并没有对仙林峰产生多大的影响。仙林峰从上到下，从遗孀到徒弟们，都将蒯司之死看作了与人好勇斗狠，却不幸被反杀。这让李长寿省了不少的心力，并决定再监察仙林峰
300年。这件事若是没有人再提，那姑且就算了。若还有人再提，那李长寿也就只能再谋划一番，彻底了结这点因果。李长寿本以为这一段平静的时期能够一直持续到中神州的道门盛世三教源流大会开幕，便将平日里的重心放到了悟道与改进归气诀上。没想到这才刚平静2年。这日九湖下云急匆匆地从丹顶峰的方向飞来，李长寿立刻被惊动。明明半个月前才拿走2瓶雄心丹的，这现在还不是交货的日子呀。长寿啊，快，出事了！哦，李长寿迈步出了丹房。师伯慢点说。九湖急道：雄心丹出问题了，有位天仙长老吃了雄心丹之后，今日神志混沌，行为癫狂，此时正在丹顶峰被各位长老医治。李长寿眉头一皱，立刻就察觉到了其中的蹊跷。雄心丹是他炼制的，每一样药材都是经他之手，每一颗丹药的药性也都是他详细检查过的。而且这几年门内有道侣的各位长老几乎都用过了，还有少说11-2名的老真仙也借此物刺激了一下苍老的心态。这个东西只是有浮想联翩、心潮起伏的效果，而且李长寿改进之后还特意的缩减了晴石水的用量。九巫道：此事已经惊动了太上长老，这可怎么办？师伯，你确定对方是因为吃了咱们的雄心丹才会如此吗？听这位长老所言，确实是。走，过去看看。李长寿难得的面露肃容，跳到九湖师伯的云上，2个人一道出了小雄峰，朝着丹顶峰而去。云路上，李长寿心念不断的转动，已经是通过仙识观察了丹顶峰各处，心底分析着这是旁人有意计算的可能性。待他跳下云端，传声叮嘱九湖2句，就朝着一处聚了7-8位老道的阁楼而去。还好万灵云长老也在此地，这让李长寿省了不少的口舌。九湖道了一句：长寿师之来了。前面那几位老道立刻转身看了过来，大多面带忧色，有人的手里还捏着一颗雄心丹，应该是在分析其内的药性。有一位衣衫不整的中年道人正在圈椅中低头昏睡。李长寿立刻捕捉到了一丝迷信醉魂散，应该是万灵云老爷子出手将此人迷昏了过去。长寿，这雄心丹可有解药？贫道虽曾服用过一颗雄心丹，但也算安稳，为何会有这般隐患？各位长老莫急。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可否让弟子向前详细的看一看这位长老的状况？弟子虽然修为低浅，丹道不足，但这雄心丹毕竟是弟子炼制的，或许能够瞧出些什么。万灵云长老开口：让长寿看看。其他长老立刻让开了一条通道。李长寿又做了个道揖，在各位长老的侧旁绕了过去。小心谨慎是其一，礼数也该如此。李长寿并未显露先例，而是一只手搭在了这位昏睡长老的手臂上，静心感受。很快李长寿的心底有了计较，扭头看向九巫：师伯，你在炼丹时是否嘱咐过，服用雄心丹3日之内不可服用其他药性相近的丹药？九巫立刻点头答道：师知你叮嘱过的事项，我一向都不曾忘却。李长寿轻轻颔首：还请几位长老做一个见证，再帮忙搜查一下这位长老的储物法宝，看看有无雄心丹残留。不等其他几人开口，万灵云长老已经是迈步向前，道了句：我来。其他几位长老只得将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冷面风霸再现吓人。虽然搜查旁人储物法宝颇为失礼，
而且强行打开对方的储物法宝，或许会损坏其上禁制。但是李长寿却知，必须在此时就将这件事给解释清楚，免得自己莫名其妙地背了锅。很快，万凌云长老解开了对方储物法宝的禁制，在其中搜寻了一阵，取出了一只玉瓶，倒出了3颗浅蓝色的丹药。李长寿随手射来一颗，捏在指尖，随后便摇了摇头，后退2步，并未多说。其他几位长老立刻向前查看剩余2颗丹药的药性，推断这丹药会有何等表现。很快却是稍稍变了面色。这是谁炼制的丹？看似与雄心丹一般无二，但长寿师侄炼制的雄心丹，其内药性平和中正，这2颗丹药怎么透着一股子邪祟？万凌云长老冷哼一声，当下就要出手将昏睡之中的长老给弄醒。他好不容易有一个中意的后辈，竟然被此人如此诬陷。长老！李长寿连忙喊了一声，长老莫急。万长老定声，此事如何不急？胡乱炼丹者害人不浅，还平白害了你的名声。李长寿苦笑了一声，暗中观察着在场这几位长老的表情，叹道：此事确实不宜声张。炼制此丹之人必为门内前辈，也是因弟子修为太浅，产出雄心丹太少了，所以才会有前辈解析丹方，自行炼制。弟子从未想过用雄心丹图利图名，本就是赠予九无师伯，助九无师伯雄心壮志。后因各位长老有所需，九无师伯转而将雄心丹献上。其实弟子也花费了不少的心力在这丹药上，以至于平日里怠慢了修行。但是这丹药着实不容易炼制，所以此事的根源还是在弟子的身上。万凌云长老眉头一皱，刚要说话，李长寿又道：弟子稍后会与九无师伯一同将雄心丹献给百凡殿，今后便由门内调配，还请各位长老帮忙，暗中告诉其他要用雄心丹的长老，今后勿要再找九无师伯，直接去百凡殿中寻就是了。弟子炉中还有丹药，先行告退。言罢，李长寿做了个道揖，转身朝着殿外而去。这几位长老这才是回过神来，忙道：长寿啊，此事你莫要生气啊，我们定会给你一个交代。长寿，这丹药还是莫要放百凡殿。李长寿却是头也不回，结合此情此景，表现出了一个单翼青年的孤高与傲气。哼！万凌云长老手中的铜杖砸在地面上，另外几位长老又是一阵哆嗦。活了上万数万年，都还不如一个小辈。若要让我知道是谁炼制出了这般假丹害人，定饶他不得。另一面，李长寿驾云刚飞出丹顶峰，九无从后面就急匆匆地追了上来，但九无还没有开口说话，李长寿已经低声道了句：九无师伯，我记得丹顶峰有一位门内执事，名叫柳飞仙。不错啊，怎么了？师伯，附耳过来。李长寿弯腰俯身，在九无的耳旁嘀咕了几句。小琼峰地下密室中，自丹顶峰回返的第4日。哎呀，再这么搞下去，杜谢文迟早要坏的。李长寿坐在书桌后的座椅上，手指敲打着桌面，心底慢慢盘算。若是灵娥见到这般情形，估计会立刻坦白自己在灵兽卷改造过程中偷懒偷工等一系列问题。无他，这是师兄想大事的专用表情。突然间，李长寿的眼皮一挑，略微停下正发散的思路，指尖节奏也稍微停顿。先时捕捉到九九师叔正坐着大葫芦，扛着狼牙棒，嘴里面哼着师兄喊我去巡山嘞，离开了小琼峰，
飞往山门方向。李长寿自然知道九九师叔是接到了九巫师伯传信，赶过去帮九巫师伯一同关爱某人的身心健康，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让对方不健康。按照李长寿此前所做的布置，九巫师伯此刻已经将丹顶峰真仙执事柳飞仙请出了山门。九巫师伯如今虽也善用毒阵应敌，但是九九师叔一同过去总归是有备无患。为何李长寿会立刻想到柳飞仙呢？全因此前万林云老爷子曾说一句，曾在柳飞仙那里讨去了一颗雄心丹。李长寿炼制的雄心丹都知其下落，全部都是给老一辈有这类需求的前辈准备。柳飞仙那儿为何会有雄心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去炸上一炸。半日之后，九巫和九九一同驾云归来，九九扛着的狼牙棒上面鲜血淋漓。入了山门，九巫径直赶来小琼峰，九九却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选择回破天峰自己的小窝中修行几日。他那豪华防护阵法套餐，若是建好了不用，也太浪费了一些，怎么着也要多睡些觉，睡回点本钱呢。待九巫赶到丹房中，李长寿的真身并未现身，只是用纸道人接待。刚见面，九巫就气愤难平地道了一句：就是这个柳飞仙搞的，这家伙炼丹不过关，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青石之事，又照着自己解析出的丹方炼制了一番，最后却是弄了个邪祟之丹。师伯不必生气，